If you could follow this story without breaking a sweat, your Chinese is officially good enough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China. Let's learn Chinese the natural way. Just like a native speaker, let's dive in. 故事发生在1947年，美国的一个小城市。故事的主角叫安迪·杜弗兰。安迪是一个银行家，他的工作就是帮别人管理钱。他很年轻，大概30出头。他非常聪明，赚了很多钱，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，有一个美丽的妻子。但是安迪有一个问题，他的妻子不爱他。他的妻子觉得安迪太安静，太忙了，没有时间陪他。他和一个打高尔夫球的男人在一起了，背叛了安迪。安迪知道了这件事，非常生气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喝了很多酒，他甚至想过去找那个男人算账，但是他没有去，他后来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安迪的妻子和他的情人被人杀了。警察来了以后开始调查，他们发现安迪那天晚上去了那个地方，而且他的车附近有酒瓶，他的家里也有枪。但是安迪说自己没有杀人，他说我那天晚上只是喝了酒，开车到了他们家附近，但是我太害怕了，我就回家了，我没有进去，我没有杀人。但是警察不相信他，法庭也不相信他。法官问，那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？为什么你的枪上有你的指纹？安迪说，因为我平时会擦枪，所以有指纹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开枪。法官说，你是一个银行家，你很聪明，你一定计划好了这一切。最后法官判了安迪无期徒刑。无期徒刑就是一辈子都要在监狱里。安迪被送进了肖申克监狱。肖申克监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监狱，那里关的都是重刑犯。监狱的大门打开了，新来的犯人要走进去，他们排成一排，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。走廊两边有很多老犯人，那些老犯人看着新来的人，他们笑着，吹着口哨，还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。安迪很紧张，他低着头，不敢看那些人。有一个老犯人叫瑞德，瑞德在肖申克监狱已经待了20年了，他是这里的重要人物。瑞德可以弄到外面世界里的东西，比如香烟、糖果、酒，甚至一些小工具。监狱里是不允许有这些东西的，但是瑞德有办法。他认识很多人，他会帮别人买东西，然后收一点好处，所以他在监狱里很有面子，大家都尊重他。瑞德和另外2个犯人在一起，看着新来的人，瑞德说，你们看那个高个子，白白净净的，像个有钱人，他一定受不了这里的生活。另一个犯人说，瑞德，你觉得他今天晚上会哭吗？瑞德笑了笑，我打赌他一定会哭，他看起来太软弱了。其他犯人说，好，我们赌10根香烟。那天晚上，新来的犯人们被安排进牢房。牢房很小，大概只有2平方米，里面有一张床，一个马桶，一个小桌子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小铁门。安迪坐在床上，一夜没睡。他没有哭，他只是看着墙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第二天早上，瑞德输了10根香烟。瑞德想，这个银行家不简单。安迪在监狱里的第1个月非常难，他不和任何人说话，别人跟他说话他也不回答。他每天吃饭、劳动、睡觉，像一个机器人。监狱里有几个坏蛋，他们经常欺负新来的犯人。他们看到安迪又瘦又安静，就决定欺负他。有一天，在洗澡的地方，他们堵住了安迪，他们打他、踢他，还说了很多侮辱他的话。安迪没有还手，因为他打不过他们，他的脸上、身上都受伤了。后来他去医务室，医生给他包扎了伤口。之后又有几次，那些人又来找安迪的麻烦。安迪每次都被打得很惨，
但是他从来没有求饶，也没有哭。瑞德看到了这些事，瑞德对朋友说，那个安迪他虽然被打，但是他的眼神很坚定，他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。过了几个月，安迪终于主动和别人说话了。他找的人是瑞德，他对瑞德说，瑞德先生，我想要一把小石锤，就是那种用来雕刻石头的小锤子。瑞德问，你要这个做什么？安迪说，我喜欢雕刻石头，以前我在外面的时候就喜欢收集小石头，把它们雕刻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瑞德想了想说，可以，但是需要一些钱。安迪说，我有钱，我进来之前把钱放在朋友那里，你帮我买，我付钱。瑞德答应了。安迪又说，我还想要一张大海报，海报上要有一个漂亮的女明星。瑞德笑了笑说，你也喜欢美女？安迪说，是的，我想贴在墙上，让我的牢房看起来好看一点。瑞德说，没问题。后来瑞德真把石锤和海报弄来了，安迪拿到了石锤，非常高兴。他后来也得到了一些小石头，开始在牢房里雕刻。他刻了很多小棋子、小动物，送给其他犯人。大家慢慢开始喜欢他了。安迪在监狱里待了大概1年。有一天，监狱需要修屋顶，有几个犯人被选去干活，安迪也被选上了。他们站在屋顶上，天气很热，太阳很大，他们要修一个很大的屋顶，工作很累。那天有一个监狱长叫海利，海利是一个非常凶的人。那天海利和他的同事们聊天，海利说，我哥哥去世了，给我留了大约35000美元，我很高兴，但是我需要交很多税，政府会拿走一大半，我拿到手的钱太少了，真烦人。他很生气，大声骂人。安迪在旁边听到了这些话，他想了一下，然后慢慢走过去。他对海利说，先生，我可以帮你。海利转头看他说，你一个犯人，你能帮我什么？安迪说，我是银行家，我懂税的问题，我可以帮你合法地少交税，让你拿到更多的钱，但是我有条件。海利问，什么条件？安迪说，如果你愿意，请给在这里干活的每一个犯人3瓶啤酒。海利想了想，觉得这个条件不难，就答应了。安迪真的帮海利处理了税务问题，海利省了很多钱，非常高兴。他真的给每一个干活的犯人买了啤酒。那天下午，天气很好，阳光照在屋顶上，犯人们坐在屋顶上，喝着冰凉的啤酒，他们都很开心。瑞德说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喝过啤酒了，坐在这里喝酒，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自由人。安迪没有喝啤酒，他只是坐在一边看着大家，脸上带着微笑。这件事以后，很多狱警都知道了安迪的才能，他们都来找安迪帮忙报税做账。安迪开始和狱警们有了好的关系，他不再被欺负了，那些坏蛋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了。监狱里最大的长官叫典狱长，典狱长叫诺顿，他是一个看起来很善良的人，经常说圣经里的话，但实际上他非常贪心，非常坏。他表面上是好人，背地里做违法的事情。有一天，典狱长叫安迪去他的办公室，他对安迪说，我听说你很聪明，会做账，会管钱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些事情。安迪问，做什么？典狱长说，监狱里有一些特别资金，需要有人好好管理，你来帮我做账吧。安迪很快就明白了，典狱长在洗黑钱。洗黑钱的意思是把不合法的钱变成合法的钱。安迪知道，如果他不帮忙，他会有麻烦，所以他答应了。他开始帮典狱长做账，处理各种各样的财务问题。他做得非常好，典狱长非常满意。后来，典狱长还把安迪安排到了图书馆工作，让他不用做重体力活。
安迪在图书馆工作以后，发现图书馆的书很少，也很旧，犯人们没有什么可读的东西。安迪决定建一个更好的图书馆，但是他需要钱和书。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写信给政府。政府有一个项目，会给监狱图书馆捐钱捐书。安迪开始写信，他每周写一封信寄给政府，写了1年没有回信。他没有放弃，他继续写，写了2年还是没有回信，他依旧继续写，写了3年、4年、5年。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浪费时间。瑞德说：“安迪，别写了，政府不会理你的。”安迪说：“不，我相信只要我一直写，他们一定会回的。”到了第6年，安迪终于收到了政府的回信。政府说：“我们收到了你的信，给你们$200和一些旧书。”安迪非常非常高兴，他拿着钱和书对瑞德说：“你看，我说了会有回信的。”但他没有停下来，他开始每周写2封信。又过了几年，政府也被他的坚持感动了，决定每年都给肖申克监狱图书馆一些钱。安迪用这些钱买了很多新书、书架、桌子、椅子。他把图书馆建得非常漂亮，犯人们都可以来借书、读书。图书馆成了监狱最受欢迎的地方。很多犯人通过读书学会了认字，甚至有人通过了高中考试。又过了几年，监狱里来了一个新犯人，他叫汤米。汤米很年轻，大概20多岁。他因为偷东西被抓了进来。汤米性格很开朗，爱说话，爱笑。安迪很喜欢他。安迪发现汤米不识字，不会读也不会写。安迪说：“汤米，你想学习吗？我教你识字，好不好？”汤米说：“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一直想学，但没有人教。”安迪开始每天晚上教汤米认字、读书。汤米学得很快，他非常感激安迪。有一天，汤米对安迪说：“安迪，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。”安迪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汤米说：“我以前被关在别的监狱的时候，有一个室友，那个室友叫做埃尔默。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，他跟我说了一个秘密。他说他杀过2个人，一个女人和他的情人。他还说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一个银行家，后来因为这个案子坐了牢。埃尔默说他很得意，因为那个银行家替他坐了牢。”安迪听了这些话非常激动，他抓住汤米的手说：“那个人就是真正的凶手，我不是杀人犯。汤米，你可以帮我作证吗？”汤米说：“当然可以，我一定帮你。”安迪马上跑去见典狱长，他对典狱长说：“先生，我找到真正的凶手了，我的案子可以重新审判。”安迪的脸上充满了希望，但是典狱长的脸色变了。他想，如果安迪出去了，他会把我违法作证的事情说出去。典狱长说：“安迪，你不要相信那个年轻人说的话，他在撒谎。”安迪说：“不，他没有撒谎，请你帮我。”典狱长很生气，说：“你不许再提这件事，否则我会惩罚你。”然后他叫狱警把安迪带走，把安迪关进了小黑屋。小黑屋是监狱里最可怕的惩罚，没有窗户，没有光，只有黑暗。安迪被关了2个月，2个月里他看不到阳光，只能吃很少的食物。更坏的事情发生了，典狱长把汤米叫来，他对汤米说：“你乱说话，给监狱带来麻烦，你知道吗？”然后他指使海利队长开枪打死了汤米。后来他对所有人说：“汤米想越狱，我们不得已开了枪。”安迪从小黑屋出来以后，听到汤米死的消息，他非常非常难过，也非常愤怒。他知道典狱长不会让他出去了，他永远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自由了。那段时间，安迪变得很消沉，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。他对瑞德说：“瑞德，我一直抱有希望，希望有一天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但是现在
我的希望破灭了。他们杀了汤米，他们不会让我出去的。瑞德安慰他说：安迪，别这样，我们活着就要有希望。安迪苦笑着说：希望？有时候希望是很危险的。过了几天，安迪对瑞德说：瑞德，如果有一天你出狱了，请你帮我去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在一个乡下，有一棵很大的橡树，树下有一块黑色的石头，石头下面埋着一样东西，那是给你的。瑞德问：那是什么？安迪说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瑞德觉得安迪有点奇怪，但是他也没多想。实际上，安德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计划，他已经计划了很多年。他的牢房贴着一张大海报，海报后面有一个洞，那个洞是安迪每天晚上用石锤挖的。他每天挖一点点，把挖下来的石头藏在裤子里，白天出去干活时再偷偷扔掉。他挖了20年，已经挖出了一条通道，通道从牢房通往监狱下面的一条下水道。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现在他觉得机会来了。那天晚上天气非常不好，外面电闪雷鸣，下着很大的雨，风也很大。安迪坐在牢房里听着雷声，他知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因为雷声可以掩盖他挖墙的声音，而且雨水可以帮助他逃走。晚上11点，所有犯人都睡着了。安迪轻轻地站起来，他把海报拿下来，他看了看那个洞，然后钻了进去。洞里很窄，只能慢慢爬。他爬了很久，爬到了一段下水道的入口，管道很粗，里面有水流出来，水很脏，有臭味，非常恶心。但是安迪没有犹豫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爬进了管道里。管道很长，他爬了500码左右，500码大概是400多米。管道里很黑，他什么都看不见，水很冷，他全身都湿了，但是他一直往前爬，没有回头。他终于爬到了管道的出口，出口外面是一条小河，他从管道里掉出来，摔进了河里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仰起头看着天空，雨还在下，打在他的脸上。他张开双臂，大声笑了。他喊：我终于自由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狱警去查房，他们发现安迪的牢房是空的，他们非常惊讶。典狱长来了，他非常生气，也非常害怕。他打开安迪的保险柜，柜子里有一本圣经，他翻开圣经，发现里面被挖空了，空的地方正好放一把小石锤。圣经的第1页上写着：得救之道就在其中。安迪逃出去以后，去了银行。他之前帮典狱长做账的时候，偷偷记下了典狱长的黑钱账户。他取走了其中一部分钱，然后穿上漂亮的西装，戴上墨镜，像一个成功的商人。他去了邮局，寄了一个包裹给报社，包裹里有所有典狱长洗黑钱的证据。他还给警察局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典狱长做了哪些违法的事。很快，警察来到了肖申克监狱，他们去抓典狱长。典狱长知道一切都完了，他跑不掉了，他躲在办公室里，最后开枪自杀。海利队长也被警察抓走了。安迪离开了美国，去了墨西哥。墨西哥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海边小镇，叫芝华坦内欧，那里有碧蓝的大海和白色的沙滩。安迪以前和妻子说过，他想去那里住，现在他终于可以去了。他买了一条小船，在海边租了一个小房子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安迪走了以后，瑞德还在监狱里。他每年都申请假释，但每年都被拒绝，因为他总是说：我已经改好了，请给我一次机会。但是假释委员会不相信他。安迪越狱之后，瑞德又一次申请假释。这一次，瑞德说了一番不同的话。他说：
我年轻的时候犯了错误，我很后悔。我已经在这里待了40年，我每天都想出去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强求。我只想说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坏孩子了。如果你们给我自由，我会好好生活，不会再犯错。假释委员会听了他的话，决定批准他的申请。瑞德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，他非常不习惯。他在监狱里待了40年，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大了。他走在街上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他住进了一个小旅馆，找了一份工作，但是他总是觉得不自在。有一天，他想起了安迪说的话。安迪说让他去乡下找一棵大树和一块黑石头。他决定去那里看看。他坐了很久的公交车，来到了那个地方。那里真的很美，有一棵巨大的橡树。他找到了树下的黑石头，翻开石头，发现一个盒子，盒子里有一些钱和一封信。信是安迪写的。安迪在信里说，瑞德，如果你看到了这封信，说明你已经出狱了。我希望你来找我。你还记得我说过的之华纳迪欧吗？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我现在就在那里。瑞德，我希望你记住，希望是美好的，也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。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。来吧，我的朋友，我在海边等你。瑞德坐上了去墨西哥的汽车。他很紧张，他从来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。但是他想起了安迪的笑脸，他心里就充满了勇气。他来到了芝华塔内欧，海边阳光灿烂，沙滩是白色的，海水是蓝色的。他走在沙滩上，四处张望。他看到了远处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正在修了一条小船。那个人转过头来，是安迪。安迪也看到了瑞德，他放下了工具，向瑞德走过来。Awesome! You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story. You're one step closer to complete fluency. See you in the next one.